各位朋友，又出大事了，郭德纲潛逃澳洲了。我不是说前两天的时候，我为郭德纲这个事儿说过两句公道话嘛？我说郭德纲篡改这个红色经典啊，他違規，但是並不違法。中國呢也不會說把它全面封殺，結果呢一些中國大陸的一些雞血腦殘精神病就跑過來說，你支持郭德綱，你是反賊啊，革命經典絕不允許改編。哪個法律上說革命經典不允許改編了啊？你只要不惡意改編就行啊。郭德綱違規，但是呢他不違法。我還是那句話啊，我也不是什麼郭德綱的粉絲，我只是客觀的評價這個事兒。我把這幫雞血神經病給罵瘋了啊，因為我從來也不慣着，我又不是誰的爹，對吧？我憑啥慣着你啊？你來跑這兒來罵我啊，我就罵的你這輩子都得留下心理陰影。所以這幫雞血神經病就跟那個反賊輪子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吧，這幫人竟然跑到推特上給那個輪子賬號投稿，把我視頻底下的聯繫方式放那兒去了，說我舉報了郭德綱啊。誰舉報的郭德綱啊？真找出來了，真不是我，原來是那個人。咱們先說郭德綱叛逃澳洲這個事兒啊，因為推特上又傳了，你看這個日期都是，你看那個8月18號嘛，你看沒有？8月18號這日期都是啊，然後說郭德綱啊跑了。機場，待會兒呢就要飛悉尼了，愉快的旅行這就開始了。接下來這2-3個月夠我們忙的啊，咱們悉尼見。那不是郭德綱跑了嗎？啊，那位說這誰說郭德綱跑了呀？就是那個原來被那個法輪功豢養的一個輪婊子啊，那個我原來我還那個老粉絲都知道，我還老嘲諷他呢啊。現在這個脫離法輪功了，但是依然在這個推特上以造謠為生。啊，他的油管基本上都不更新了。他說郭德綱跑了啊，說已經在悉尼了，順利潛逃出境。郭德綱在墨爾本機場發視頻嘚瑟，看來這哥們有點背景啊，立案同時就會被邊控，他居然可以順利出境。哎，這個輪子呀啊，尤其是這個母輪子啊，那就更蠢了，你知道嗎？啊，郭德綱是被那個文化局立案，又不是被公安局立案啊，憑什麼邊控他呀？對吧？說這個，而且最近別說拿綠卡，別說中國籍，我身邊就有拿着外籍護照都走不了的，支持老郭趕緊跑路，不要再回去了。這是輪子的母婊子。他說郭德綱跑了啊，好吧。但是呢，這個事情啊，很多的網友就看不下去了。是這個視頻確實是今年的，確實是郭德綱在機場的視頻，但是呢，是今年4月18號，他自己的賬號，他的員工和他呢要去澳大利亞墨爾本進行30周年的演出啊，並不是說這次跑，對吧？啊，他是個騙子，說這個輪子就是個騙子，輪子就是個精神病啊，對吧？演出的視頻的確啊，這個事情可以確定啊，在那個你在那個國內一搜索也能搜索出來，確實是3-4月份的事兒，不是現在的事兒。郭德綱呢也並沒有跑，海外的輪子呢，這是要害老郭啊！你包括那個什麼那個李老師啊，那個李老師說了啊，山村老師嘛啊，屍體的屍嘛，老師說了啊。說這個郭德綱早就了萌生去意了啊，然後呢，中國的網友也非常支持他。要是有人突然從你生活中消失了啊，你別問為什麼，這就是到了該走的時候了啊，你就踏踏實實的接受就好。所謂的成熟啊，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終歸是無能為力啊。保佑吧，讓我幸福，跟我回家。哎，我跟你怎麼說啊？有的時候那個菩薩讓你成功不了，也是保佑你，知道吗？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呀？这叫什么话？这个天底下没有谁配得上你，配不上谁。一个铜钱的盐，它能配得上上万的炒菜。那上万的炒菜要没有这点盐，那也是淡而无味。百无一用是深情，不屑一顾。我放不下。你若真能放下，为何不敢看我？哎，这就有词儿说得好，遇见了彼此，何其幸运啊！改不了结局，又何其无奈。烟火人间多的是悲欢离愁，你想開了，這都不叫事兒啊。實際上郭德綱這個事兒啊，在國內呢，這個輿論風向很不好。舉報郭德綱這個事兒造成了社會的一些輿論的撕裂，也讓這個更多的人呢，就懷疑中國現在推行的這種越來越嚴苛的文藝演出的報備政策。說實在的，這次的事件呢，對於國內的輿論穩定沒有任何的好處。我覺得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反思了應該反思了。那又有人爆料說這個郭德綱回應了這次了，也是8月18號的，你看了嗎？底下也有日期，說是8月18號的。前任您又被舉報了吧？投訴不是舉報，你不要讓黑粉帶節奏他們編的那些事兒被投訴的。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說，這個投訴這人就是那個梳着大背頭捂着小紅頭髮。其實我挺擔心的，就是說這次的投訴好像聲音還比較大，那會不會對您以後的創作和表演有影響？創作表演不會有什麼影響，包括這次就是過兒都能出現在我們現場這個你包括就是現在就是所謂你說的投訴的這個事情好多人都覺得文旅部門如何如何，其實很冤枉人家文旅部門，跟人家沒有關係，他是打了1、2、3、4、51、2、3、4、5，這個人家機制是這樣的，打來電話就有個回復，但是黑粉呢就利用這個機會，他把這事惡意挑大，一個人挑頭，一幫人陪着一塊兒所以說這個天下就是有好人有壞人有糊塗人，一沾寫字一沾這個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後台於謙老師有句話，就是壞蛋領着糊塗人打好人，一點都不假。你包括這個事兒出來之後，那個我認識的包括親戚朋友老頭老太太們就問怎麼了，聽說吊銷執照了我說你先等會兒，我正演着呢，正麻煩着呢，这明兒還趕一場，他這東西他一定會有人信你。你有的黑粉不就說嘛，你就盡管寫，盡管寫，一定會有人信你，咱們左右不了別人天下之大，這麼些年來經過的事兒也太多了，咱們問心無愧就好好說相聲，大伙兒愛聽，這就是正道。別有的事咱就是也別給人有關部門找麻煩，別給人添亂，大伙兒都挺好的，互相都挺好。相聲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期也跟什麼創作啦、表演不受影響，您盡管放心不會的，不會的，這些我真的就放心，太好了，太好了。主要是都是喜歡您的粉絲，希望您能好。這一段也不是說8月18號的，這一段呢也是前一陣的時候有人舉報到說北京什麼西城文旅約談了郭德綱，那個時候他發的言，也不是這個現在的這個視頻說海外的這幫人他媽的這習慣性的造謠嘛，這不是？你還專門給人加上一日期，就像剛才在機場的那個專門給加上一個8月份的日期，是吧？這幫人是這個造謠造假是刻在基因裡邊的嘛，反共必腦殘嘛，什麼精神和智力都他媽雙雙有毛病。那到底是誰舉報了郭德綱呢？其實呢，你在國內的網絡上一查你就知道了，這個人也從來不藏着掖着，他自己在這個視頻裡就說是我舉報的郭德綱這個人呢在抖音上呢，這個大概有那麼1、2萬的粉絲
平時的打扮呢是永遠戴着一個五角星的帽子出來做直播，而且這個人呢是偏執性的精神病，因為他這幾年來每一次的節目幾乎都是在咬郭德綱。他說他把郭德綱舉報到那個武漢文旅去了，看了嗎？就是他舉報的郭德綱，還真不是我啊，各位啊，就是啊，這個家伙啊 2.7 萬粉絲，就這個樣子。他平時的時候直播的时候就這個樣子。我說的那句話，各位你們現在深有感觸吧？我說這個就是造謠我舉報郭德綱的那些人，就是底層的鸡血二极管精神病，而在國內舉報郭德綱的这个本尊，是不是这个打扮就是底层的鸡血二极管精神病啊？他有偏执狂，几年來的節目都是這種風格。相聲演員郭德綱的文化水平到底是什麼水平？這在網絡上一直存在爭議。以德雲社粉絲為主的一些人認為，郭德綱的文化水平深不可測，高不可攀。但很多非德雲社粉絲認為，我們要客觀看待郭德綱的文化水平。他可能在某些稗官野史、民俗故事以及傳統藝術方面有一定的造詣，但其真實的文化水平恐怕遠不如德雲社粉絲吹捧的那麼高。這就導致他在各種節目中出現過各種文化常識錯誤。2025年8月底的一場直播中，郭德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真實文化水平。他把一句至關重要的經典名言說錯了，甚至是說反了。第一，郭德綱的辯解。郭德綱在直播中提到了一個話題，有不少人說他糟蹋京劇。郭德綱當然不會承認，他還想辯解，只不過他的話術並不是很客觀。郭德綱先是提到了 B 站，在這個平台上有很多批評他糟蹋京劇的觀眾，他借着一個不知是否虛構的公司副總的名義陰陽了一下，說這些批評郭德綱京劇的網友沒有過18、19歲，都是小朋友。很顯然，這是郭德綱慣用的一種辯解話術，那就是虛空打靶，不提名不提姓，只說一個副總，然後沒經過調研，沒經過統計，就說批評他糟蹋京劇的都是不懂事小孩。說到激動的時候，郭德綱甚至又開啟了罵街模式比方說一個用戶34658，這是貓啊，這是個狗啊，還是個狗騎牛啊？這同樣是郭德綱的慣用伎倆，不談業務，甚至也不談現象，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直接通過否定質疑人的方式為自己辯解，而且用詞還很粗鄙。這種話術甚至已經不能稱之為辯解，已經相當於罵街了。辯解到這個地方，郭德綱的話術幾乎沒有什麼新東西，除了陰陽就是罵街，不僅沒有數據支持，同時也缺乏理論支撐，完全不能服眾。於是他緊接着拋出了一個理論。第二，郭德綱的理論。郭德綱認為，有些花1000多塊錢買票聽郭德綱京劇的觀眾也沒說對，他們說郭德綱在京劇裡加了相聲，這話郭德綱堅決不同意。京劇裡有搞笑成分，並不是加了相聲。郭德綱說他學的是80年前的京劇，那都是90年前的經典，並不是郭德綱創造出來的，現在的觀眾不了解是因為沒看過。這時候郭德綱終於拋出了支撐他這些話的理論，他讓網友們上網搜一句話：周衰舊邦，復古即是維新。按照郭德綱的邏輯，他把80年前那些已經被淘汰的京劇搬到現在的舞台上，這是復古，但本身也是創新，畢竟網上就有相關理論支撐。可惜啊，郭德綱這句話不僅大錯特錯，順帶還暴露了他的真實文化水平。第三，經典名言。郭德綱所說的周衰舊邦，復古即是維新，壓根兒就不存在，這是他個人篡改出來的結果。原話出自《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衰舊邦，其命維新。別看郭德綱的復古即是維新和其命維新看起來很像，都帶個新字，實際上其內涵幾乎就是相反的。周衰舊邦，其命維新，字面意思是周雖然是舊的邦國，但其使命在於革新。這句話被後世很多著作和名人都曾引用過，有時候也簡化成其命維新或舊邦新命。
如果深入理解的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要阐述了继承、革新、昌盛这个发展规律。不论是一国还是一个民族，不论是一个行业还是一门艺術，都需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變革創新，繼而達到國家昌盛、民族興旺、行業進步和藝術發展的目的。歷史上，不論是孔子、商鞅還是王安石和王夫之，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並詮釋了周歲舊邦，其命維新的理念，其哲理和內涵一直延續至今。這同時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注解。如果放在京劇藝術領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實就是另外4個字：守正創新。堅守京劇藝術規律，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大膽革新。第4，郭德綱的嚴重錯誤。郭德綱篡改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為周雖舊邦，復古即是維新，等於將這句話的內涵完全逆轉，將創新篡改成了守舊，將改革篡改成了倒退。京劇藝術在歷史上確實有經典，也有糟粕。在其命維新的發展過程中，那些80年前的糟粕陸續被淘汰了，典型如80年前流行的以批坊戲為代表的鬧戲和粉戲。現代京劇演員是否可以重演80年前的糟粕呢？其實只要不是太過分，比如搞什麼摸大腿和雞蛋清，原則上當然可以。畢竟現代社會擁有非常開放的文化包容環境。但是如果復古演出80年前的京劇，這種演出只能歸結為獵奇。郭德綱說，觀眾沒看過80年前的京劇，之所以沒看過，並不代表那些東西是優秀的，恰恰相反，之所以沒看過，正說明那些東西是被淘汰的糟粕。舉個例子，像駱駝祥子那樣拉黃包車，在80年前和90年前都很流行，也是那個時候的城市主力交通工具之一。如果現在有些景區重新搞出拉黃包車服務，當然也不是不可以，全當是吸引遊客消費的噱頭。但你能說這種拉黃包車是創新嗎？能代表交通工具的發展方向嗎？郭德綱在相聲行業也喜歡這麼幹，把被相聲前輩淘汰的葷段子和倫理哏撿回來，還美其名曰為相聲老祖宗看墳。郭德綱粉絲更是將其吹捧為拯救相聲。那還是那個例子，如果我們的交通工具領域重新需要讓被淘汰的黃包車來拯救，那到底是維新還是守舊？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呢？現在的郭德綱又把他在相聲行業的從政經驗搬到了京劇領域，這可能是他的路徑依賴，但同時也是他的黔驢技窮，順帶還暴露了他的真實文化水平。作為擁有不少粉絲的公眾人物，還是希望郭德綱以後不要動不動就滿嘴跑火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要假裝自己知道，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要不懂裝懂。損害了自己的形象是小事，誤導了粉絲這是大事。謝謝。還是那句話，朋友們仁義極端必腦殘別管是那些海外的反賊輪子呀，還是跑到我的頻道裡罵街的那些中國社會底層的可憐的那些雞血神經病，那些窮哈哈們，他都是屬於精神和智力多少都有點毛病的人。這些人永遠是社會的墊腳石，是炮灰，他永遠跨越不了自己的階層，得不到溫飽，因為他的智力和精神都有基因缺陷。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